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。别觉得印度乱、印度穷，印度电影行业的发达程度令我们望尘莫及。这是看过《宿敌》的影迷给出的最真实评价。影片全程高能，反转不断，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真相。2019年8月10日0点50分，一个骑摩托的男人因车祸摔倒在路旁，没曾想却因此目睹了一起轰动印度的谋杀案。印度一所知名大学的女教授萨巴被人从黑色轿车后备箱抬下来焚烧，仅仅过了40分钟，这件事就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。震惊，女教授被人侮辱后惨遭分尸，舆论爆发之快让人猝不及防。几个小时后，萨巴案就家喻户晓。警察接到报警赶到案发现场时，这里已经围满了记者。因为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，警察只能联系萨巴的亲人，通过查看随身物品来确认死者。萨巴母亲当场晕了过去，学校为萨巴举办追悼会，忙于招商的校长姗姗来迟，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死者叫什么名字。其他人还没回过神来，他又发表了一系列迷惑性发言。我知道他死得很惨，但我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么晚上10点半还不回家，而且她的穿着就表明她的意图。萨巴会被人铭记，但不是作为榜样，而是作为警告。这番话彻底激怒了萨巴的学生。萨巴是一位充满责任感、博学又温柔的老师，无私帮助了许多同学。学生们自发走上街头抗议，要求社会还萨巴一个公道。学生的求救视频火爆全网，学生运动也蔓延至全国。印度警察的公信力陷入最低点，上层为平息此事，立马组建特别调查小组负责此案。副督察萨詹被任命为组长。与别人当警察只为拿薪水不同，萨詹是为了执法，为了公平与正义。他向萨巴母亲承诺30天内把罪犯带到他面前。萨詹马不停蹄地开展调查，通过现场收集到的指纹和目击者提供的线索，他立马确认了4名嫌疑人。正常来说，他只要抓到这4人就算了结此案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4人是服务于上层的打手，有保护伞，即便他们犯下累累前科，也从未受到惩罚。为了不被上层左右案件的进程，萨詹秘密抓捕了4人。可当他回到警局，就看到电视上正在报道凶手已经被萨詹抓获的新闻。显然，警察内部出了叛徒，走漏了消息。为了不被上层干预，萨詹以最快的速度提审嫌疑人。ഈ കേസ് തെളിഞ്ഞാൽ 14 വർഷം ജീവപര്യന്തം. തയ്യാറാണോ? 14 வருஷமா? இந்த மாதிரி கேஸ் முடியறதுக்கே 16 வருஷம் ஆகும். 嫌疑人嚣张地挑衅着萨詹，学生们也来给萨詹添乱。他们要求萨詹立马将4个嫌疑犯移交法院，尽快判刑。根本不懂有些流程必须要走，掌握更充足的证据，才能让4个嫌疑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萨詹尽力解释着自己的想法，本就对警察充满不信任的学生们却误会他，拿了别人的钱来掩盖事实，故意拖延时间。被冤枉的萨詹刚回到办公室，又被上司提醒，最好放弃此案，否则你和你的家人恐遭遇不测。萨詹顶着所有压力，坚决要查清此案。可他正准备带嫌疑人去现场指认，就接到上层命令，要求他把嫌疑人移交给别的警局，他的工作也被解除。而且接收嫌疑人的警局正是嫌疑人犯下14次罪行却放走他们14次的警局，把嫌疑人交给他们等于直接放他们走。转运车上，嫌疑人们得意洋洋地聊天，萨詹脑海里全是萨巴学生和母亲那一张张充满痛苦的脸庞。警察无法保护好人，助长坏人嚣张的气焰，那还算什么警察？萨詹暗暗做了一个决定，转运车开到荒无人烟的郊外。萨詹对外解释，嫌疑人试图逃跑，攻击警察，被他当场击毙。这一举动对民众来说完全是大快人心，萨詹成为众人心中的英雄。英雄的家人却遭遇不测，萨詹儿子在学校门口被一辆车恶意撞伤，正在抢救。警察追查肇事车辆，发现那是一辆套牌车，根本找不到肇事者。人人都知道萨詹这是遭到报复，为了主持正义，他付出太多，大家都很心疼萨詹。人权委员会却提出异议，认为就算遇到突发情况，萨詹也应该击打犯人的膝盖以下，直接击毙属于滥用职权。人权委员会将萨詹告上法庭。萨巴母亲愤慨地对记者说道，我女儿从未得到过人权，他们准备怎么赋予那些罪犯？庭审正式开始，萨詹的律师老白上来就讲了一个案例，一个富二代在公交车上
众目睽睽之下骚扰女孩。18岁的男孩见义勇为，打断富二代的右手。在案件审理中，富二代指控男孩蓄意谋杀，还好男孩的律师为男孩赢得了胜诉，而他的结案陈词令人振聋发聩。That the dignity of a nation is the dignity that it gives its women. ഒരു രാജ്യത്തിന്റെ അന്തസ്സ് ആ രാജ്യത്തെ സ്ത്രീകൾക്ക് നൽകപ്പെടുന്ന അന്തസ്സാണ്。那个富二代想通过法律把男孩除掉。今天历史重演，有人想用法律除掉撒詹，除掉正义。老白正慷慨激昂，小黑打断了他。小黑是人权委员会委托的律师，他一上来就传唤了全国妇女委员会会长。萨巴死讯曝光的那天，你在社交媒体发帖带的词是震惊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震惊？会长被问懵了。他遭遇侵犯，我震惊不是很正常？小黑却回道，印度每15分钟就会有一个女性被侵犯，若你一听到类似的事情就震惊，一天要震惊96次。而且在萨巴案前2天，距离你办公室不足几公里的地方，一个3岁女童被侮辱后杀害，你为什么看不到？为什么只对萨巴案特别感兴趣，尤为关注？会长解释，因为这是全国的头条新闻，这正是小黑想要的答案。他立马传唤了印度日报的编辑，正常报社当天发的新闻都是前一天所发生的事，萨巴案却在当天就登上头版头条。当时警方连尸检报告都没有出来，一个女孩烧焦的尸体在高速公路附近被发现了，这样的新闻毫无爆点，报社为什么要选择萨巴案成为头版头条？萨巴只是个无名小卒，凭什么这么特殊得到媒体的青睐？小黑找出了萨巴案被人忽视的种种不寻常：一，为什么要这么快处决嫌疑人，不肯给他们一个上法庭的机会？二，为什么媒体一直关注他，却对3岁女童案视而不见？三，验尸报告在10号下午出来，且只证明萨巴生前疑似遭到侵害，媒体怎么在9号就做到未卜先知？小黑的种种疑问合情合理，可他激烈的话语激怒了萨巴母亲，他怒吼道：她是我的女儿，他们杀了我的女儿还不够吗？要他们把我也杀了吗？小黑低着头，神情充满了悲哀。他很同情萨巴和他的家人，但光是同情是不够的。法庭暂时休庭，让大家缓和一下情绪。庭审恢复后，法官要求小黑发言，考虑一下家属的心情。没曾想，小黑直接传唤了萨巴母亲，并追问：你女儿发生了什么？你看到了吗？没有亲眼所见，为什么认定那4个人是凶手？母亲愤怒道：因为媒体报道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媒体报道的一定是真相吗？1994年，因为媒体的报道，冤枉一个科学家叛国，科学家被关在监狱，浪费了25年宝贵的光阴。如果这个世界有媒体来宣布判决，由警察来执行惩罚就够了，那要法官、检察官和律师有何用？老白驳斥道：太荒谬了，你再说下去要把那4个人比作圣雄甘地了。事实上，那4个人涉嫌14起案件指控，而且有证人亲眼见到他们分尸。老白传唤了目击证人，面对证人，小黑只问了一个问题：4个人是谁开的车？证人没有看到。此时，小黑宣布了一个颠覆案件的答案：那4个人都不会开车。这意味着还有第5个人，那第5个人是谁呢？小黑又传唤了一位看似与本案毫无关系的父亲。父亲来自偏远山村，女儿是萨巴执教大学的博士生。父亲不远千里来探望女儿，却得到她自杀的噩耗。女儿向来努力又坚强，她的自杀一定另有隐情。父亲去找学校，学校置之不理；去找警察，警察威胁道：你如果非要我们调查，我们会从你开始。要我写一份案情报告把你送进监狱吗？父亲走投无路之时，看到一群学生围着萨巴，知道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老师，于是对他说出了自己的苦楚。萨巴的目标是帮助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，但他不知道，从此刻起他正在走向死亡。通过调查，萨巴发现女孩博士读了7年仍没毕业，他的教授一边将他的论文批得一无是处，一边又拿着他的论文四处投稿，获奖无数。教授告诉女孩，你的职责就是服从我们，你要怪就去怪那些让你们低种姓入学的人，你压根儿不配来这里。不管是7年还是10年，只要你想完成你的课程，离开这学校就需要我的签名。女孩不是自杀，而是被这种种姓社会制度给谋杀了。过去的10年间，学校有52名低种姓学生自杀。女孩在手机上留下遗言：我的出生是个错误。
萨巴在校内会议上提出彻查此事，让教授停职，可校长与教授蛇鼠一锅，并没有理会。萨巴去报警，警察说人家父亲都不管，你是他什么人，要这样为他封脚。萨巴不肯认输，要向更高一层投诉举报，且举报内容还要加上一项警察的不作为。萨巴离开后，警察立马电话通知了学校。教授为了保全自己，在萨巴回家的路上撞死了他。可这样一场因为私人恩怨造成的肇事逃逸，是如何演变成第二天的全国头条新闻的呢？幕后黑手之一就是萨詹。选举之日临近，萨詹所属党派的部长贪腐严重，选票很低，几乎不可能连任。萨詹得知萨巴之死后，立马想将这个案件炒火，一方面可以掩盖部长的丑闻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舆论获得民心。那4个低种姓打手只是负责焚尸，他们一开始就沦为弃子，被安排被萨詹抓获。媒体得到的案件的一手资料也都是他爆的料。老白指控小黑所言都是猜测，没有证据。小黑传唤了自己最关键的证人，也就是萨詹的助手。助手暗中掌握了萨詹作恶的所有证据。萨巴案前期发生的一切都在萨詹的策划中。4名罪犯被抓获，萨詹所在的党派得到大量支持。但令萨詹没想到的是，部长的野心越来越大，光是得到公众和媒体的支持还不够，还要煽动利用公众的情感，让他们沦为他的信徒。部长要将萨詹塑造成一个神话，在部长看来，英雄的悲剧能推动历史。不出所料，萨詹真的被奉为英雄，被奉上神坛。部长也因为有萨詹这么一个英雄下属，选票水涨船高。谁都没想到，半路杀出一个小黑，戳破了萨詹团队的阴谋。萨詹被卸去公职，被捕入狱，唯一去监狱探望他的，竟是揭发他的助手。谁都不会想到，庭审发生的一切都是萨詹的策划，小黑也是他找的。起初萨詹确实利欲熏心，但部长千不该万不该对他儿子下手。萨詹与儿子相依为命，儿子就是他的底线。在儿子的病床前，他突然明白部长说的那句，为了赢，我会玩任何肮脏的游戏。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，跟在他身边，自己和家人都没好下场。也是从这一刻开始，萨詹开始寻求其他出路。他彻查了萨巴案，并将所有查到的资料交给助手，让助手找律师小黑来解决此案。这样他既揭发了部长，致其无法连任，又没在部长和自己的党派面前暴露自己，不至于惹怒部长和党派，伤害他的家人。萨詹很感谢助手和小黑，助手却说他不仅仅是为你辩护，也是为了他自己。几年前小黑还是这里的副总督，而助手是小黑的手下。和萨詹演的好警察不同，小黑是真的怀揣梦想，想要执法主持正义，也不怕得罪权贵。部长指使人发起暴动，致使136人死亡。别人都劝小黑别再查下去，他却坚决要为那136人讨回公道。最后被部长栽赃陷害，成为暴动的主使，被抓进监狱。小黑在狱中遭到惨无人寰的暴行，腿也被打断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妻子在外面一直为他奔走，等他出狱时，妻子已经离世。小黑失去了一切，替萨詹打官司，也是他对部长的宣战。വിധി പ്രസ്താവിക്കുന്നതും ശിക്ഷ നടപ്പാക്കുന്നതും ഇനി ഞാൻ തന്നെയായിരിക്കും. കവലപ്പെടാതെ, ഇത് മുഴുവില്ല, ഇതുதான் ആരംഭം. 宿敌是2022年新出的印度悬疑片。影片以一个大学教授之死谈及到很多社会问题，受害者有罪论、女权运动、操弄舆论、司法公正和种姓体制等等。它揭开了社会的阴暗面，同时也点燃了希望的火种。影片取名为《宿敌》，正义与邪恶、光明与黑暗是永远的宿敌。有的老师充满歧视，恶毒又无耻；也有老师用生命传达并践行着公平与反抗。有的警察无作为、阴险、虚伪，也有警察在主持正义。有人犯下罪行掩盖罪行，也有人揭露真相。现实再黑暗，正义与善良也不会消失。正如影片结尾的歌词所说，永不感到痛苦，永不凋零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吹着余烬，让我们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，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。